美国搞新冷战，想趁二战胜利国中国的台，却忘了自己和中国待在一个战壕里。大家好，我是肖映华。美国和他的小跟班们最近2年在台海问题上跳得非常欢，而且跳出了一套话术，就是要把台海问题搞成国际问题。现在日韩领导人、欧盟的高级官员先后都在台海问题上做出了非常危险的发言，总结起来就是拔高台湾海峡作为国际水道对全球贸易的重要性，然后强调如果中国完成统一，那么自己连带着所谓的民主阵营会被中国卡脖子，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欧洲必须关注台海，必要时可以跑到太平洋搞自由航行，台湾问题是全球性问题等等，话术非常一致，应该是接受了布林肯的集体培训。很明显，现在的美国已经急了，想在掏空一中原则上更进一步。之前拜登政府虽然也一直想要把一中原则搞空心化，但是更多的是在自己内部做手脚，比如国会隔三差五跑出个涉台法案，或者考古一些里根时代瞒着国际社会和台岛达成的秘密协议等等。但是现在美国的这些政客想要更进一步，找一套话术，把美国能拉得动的盟友撮在一起，搞一场大串联，给美国在台海问题上施压，找一个看上去更能够在国际社会站得住脚的理由。美国人这么做的理由无外乎2点，第一就是今年开始在外交领域美国输麻了，必须得跑到中国这边找场子，布林肯找来找去够分量够吸引眼球的就是台海问题，所以决定就是他了。第二就是过去几年美国在台海问题上搞切香肠，结果不但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反而给了中国一个把柄，让中国大陆事实上建立起了把台海水域内海化的新常态。美国不甘心，想要下重赌注求翻盘。美国的布林肯如意算盘打得全世界都听见了，但是他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如果真的在台海问题上搞所谓的国际大串联，事实上是在动摇美国自己主导建立起来的二战之后的国际格局。到时候焦头烂额的可不只是中国，还有美国。中国大陆为什么能够让一中原则成为国际社会的公认准则？因为这个原则不是中国自己提出来的，是二战那个年代美苏英共同认可的。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把台湾、东北、澎湖的一切权利归还给了中国，这件事在开罗宣言里明明白白的写着，在波茨坦公告里还再次确认了一下。这些文件美国自己亲手写进了1776到1949美国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汇编，和美国法规大全亲口承认了他们的法律效力。如果现在跑出来反口不认，那么美国就得好好掂量掂量能不能承担起后果。毕竟这2份文件里可不只有涉台的条款，还有大量的涉日涉德的条款。如果美国要挖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约的根，事实上就是卖力挖自己建立的所谓国际秩序的根基。别的不说，就最简单的一点，五角大楼现在跑到日本驻军的正当性就是这2份文件给的。如果美国自己不认账，那么接下来冲绳的老百姓就可以和中国谈谈怎么把违反国际法精神跑别人家里捣乱的美国给赶回本土。现在这批美国政客太短视也太着急了，光顾着和中国搞新冷战，完全忘了中美2个国家在一个战壕里，作为二战战胜国以及全球化的受益者，有着大量共同的利益。他们这么没有下限的拆中国的台，罗斯福的棺材板估计也都快压不住了。最近中国越来越频繁地在外交场合提到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这2份文件，还要和琉球的地方领导人见面，就是在帮助美国这批人醒醒脑子，我们支持刘导人要求的正义环境。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